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袁冰妍专访亮点满满，好运剧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，下单太多了，伙计们每个人都很幸运。采访中，袁冰妍大方透露了摆脱单身的大法，单身的朋友们为什么不尽快来上课呢？不得不说，粉丝们真的很开心，即便是在采访中，他们的偶像也不忘给他们造福。这样的偶像哪里找？但不得不说，自从《最美好的祝愿》播出以来，袁冰妍的热度一直在上升，采访也接连不断。当然，提到最多的就是好运。接下来，小编就带大家看看剧组里袁冰妍的遭遇吧。首先是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，袁冰妍说的脱单大法到底是什么？采访中，袁冰妍表示，她和刘玲没有什么共同点，比如嚣张霸道。当然，最明显的就是刘玲追男生的套路了，她平时是不会做的。众所周知，袁冰妍平时会看到一些网友的弹幕，其中有一条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，那就是学了一半刘玲怎么还单身。不得不说，网友们的评论实在是太棒了，虽然有一些笑话，但也有一些道理。连祝福的制片人都会警告他们，但袁冰妍的话是真心的。虽然这听起来不错，但袁冰妍真的学不会，否则她也学不会。还是单身，你认为这是真的吗？不过别说，刘玲的追夫大法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学的，比如勇敢。刘玲小时候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好，这让她一直没有安全感，有时甚至会想到不好的结果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她非常努力地掩饰自己的抑郁，所以她只演了戏。傲慢霸道，她的保护色。见到陈大人之后，虽然原本的目的可能不是很简单，但陈大人对她的用心和陈大人自身的魅力，让刘玲在与沈大人的关系中深深地爱上了他。对于沈大人，她可以做出很多牺牲，哪怕陈大人一直拒绝她，她也会坚持到底，因为她坚信这是她内心的想法，因为她坚信陈大人是她生命的救赎。其实，用袁冰妍的话来说，柳玲可能脸皮很厚，所以在多次被沈大人拒绝之后，她还是可以坚守在沈大人身边的。好在刘玲和陈是两情相悦，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，但是长大后的柳玲却忘记了，所以只有陈岩被困在了过去的记忆中。陈大人虽然看出了柳玲对他的用意，但还是失控了，甚至可以说，他和柳玲之间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陈岩，因为他总是在不经意间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加深了柳玲对他的好感。刘玲一直没有放弃追陈岩，陈岩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，他只在乎刘玲的诚意，所以就算他对刘玲说了什么狠话，他还是会转身去找刘玲。他是刘玲的生命之光，为什么刘玲对他来说毫无意义？所以刘玲和陈岩才是真正的双向奔跑，这也是袁冰妍个人对爱情的追求。袁冰妍之前就在弹幕上看到过这样的评论，网友说，刘玲，你很勇敢，这句话让他印象深刻，毕竟刘玲的长相确实是这样的，敢女神当之无愧。还有一个是刘玲，你是我的神。不得不说，这句话简直表达了袁冰妍的心声，因为在他心里，刘玲确实是他的神，即使面对如此恶劣的家庭环境，哪怕他的心态随时随地都要爆炸，甚至有过很多次不好的想法，三观还是很积极的，爱恨分明。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而且他会为自己和他喜欢的人做这件事，付出一切，哪怕他不愿意。再加上刘玲追夫的花哨方式，难怪袁冰妍把刘玲当成自己的神。至于网友说让袁冰妍印象深刻的另一段弹幕，刘玲给我补课，似乎也不难理解。至于袁冰妍的说法，刘玲的套路只能招惹沈大人，小编信以为真。毕竟柳玲有一些操纵，一般人还真不能接受。如果不是陈大人刚刚开始估计他的身份，已经把心思放在了他身上，刘玲怎么会在他面前这么开心？而他对网友渴望成为刘玲的梦中情人的诠释，于是主持人立马问他如何成为玲的女人，
小明也对这个问题一头雾水，因为他不知道，毕竟刘玲玲的套路都是为了追爱，所以主持人的提问实在是过分了。小编在这里不得不夸网友，他们不仅脑洞奇特，关键是总结也很到位，难怪袁冰妍这么爱看网友弹幕。除了给他带来了很多真心的建议之外，可以给他带来很多乐趣，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，但有时也不得不避而远之。比如网友曾说刘玲是古代版的霸道女总裁，所以她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刘梦子。袁冰妍只是笑了笑，然后狠狠地说了一句，就暴露了话题。不过在之前的一次直播中，她在和郑业成聊天的时候提到了这个昵称，说直播的前一天晚上，有人给她发了微信，叫她一个新名字，但是是刘大勇还是刘梦舍，我只是记不太清楚。那个时候的她已经不再郁闷了，但是她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，只能笑着接受。在袁冰妍的印象中，她在拍摄祝福时，给她印象最深的一幕，并不是吊威亚的那一幕。即便是在拍水中戏的时候，她也只是觉得很冷。虽然是4月才拍的，但是因为一直要进出水，加上女孩的身体状况，就离开了，对她印象很深。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场景，比如袁冰妍和陈妍吵架后，因为找不到陈妍给她的定情信物，她在雨中崩溃大哭。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虐待和悲伤的故事总是让人印象深刻，这就是人性。采访中，袁冰妍被问到有没有辱骂场面。对于每个人来说，相信他们都知道哪些戏是辱骂，但对于袁冰妍来说，整部剧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辱骂，但其中刘玲要去吻戏，让她有些不自在和感人。刘玲答应去接吻，可以说国内有因素，但更多的是她自己的无奈。因为担心陈妍和爷爷，她只能放弃一生的幸福去亲吻。对袁冰妍来说，让她感到不舒服的是陈妍的态度。仔细追剧的朋友都知道，剧名《最美好的祝愿》其实就是来自沈老爷和刘玲放灯笼时写下的心愿。但柳玲可以放弃一切，但她想要的就是和陈妍在一起。她希望陈妍和她私奔，她希望他们两个可以一辈子隐姓埋名。可是陈妍拒绝了她。陈妍做了什么？那一连串的安排并没有让刘玲知道，这让袁冰妍难以理解。不过因为是陈妍，刘玲才安心，这就够了。袁冰妍还被问到，她觉得哪个场景会让观众疯狂尖叫。谈到这个话题，袁冰妍有些害羞，因为她觉得剧中这样的场景太多了。心潮红，那么你觉得哪个场景最让你兴奋呢？在看一些红衣女星的影视片段时，她觉得这些女主在天上都穿着红衣，这一点让她心里有些刺痛，因为里面的剧她都看过了。我还是挺喜欢她们的，但就她个人而言，她还是喜欢 HE 的结局。毕竟 BE 美学虽然很美很厉害，但也意味着会被滥用到极致。她确实有些不舒服。其实看了袁冰妍的这些采访，你会发现她的态度还是很真诚的，能说的基本都说了，但完全没有给大家剧透。其中女主也是她演过最虐心的角色，不过至于两人是 HE 还是 BE， 我就不多说了，真是让人又爱又恨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贝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，可以点击关注，小编要 N 刷，祝你好运，下一期见。